公元前180年，吕雉被一条野狗抓伤，几个月后病逝。随着吕雉的离世，西汉第一外戚集团很快土崩瓦解。从某种意义上说，一条野狗改变了西汉的历史走向。吕后对汉朝之重要，以至于太史公在修《史记》的时候，把吕后放入帝王等级中。从史书地位出发，不算武则天，吕后应该是从古至今距离皇帝称号最近的女人。而吕雉与汉高祖刘邦的婚姻则非常随便，很难想象一场县城人家家里的普通宴席会深刻影响这片大地未来的命运。时值秦灭六国，天下初定，吕公一家为躲避仇人，搬到沛县居住。吕公和沛县县令关系很铁，一到县里就受到热烈欢迎。吕公大摆筵席，各方宾客带上贺礼来捧场，而刘邦只是一个混到宴席上蹭饭的流氓。沛县长吏萧何负责收礼，他帮主人家定下规矩，份子钱不满1000者，只能在堂下喝酒。泗水亭长刘邦兜里分文都没有，尽显流氓本色的大喊一声，贺钱1万，随即大摇大摆进门来。奇迹在这时发生了。史书记载，吕父见到刘邦，见他面相不俗，当即把他奉为座上宾，并将女儿许配给了他。所有人连同吕母在内都觉得他疯了，但吕公没喝高，也没开玩笑。过阵子，他的大女儿吕雉就嫁到了刘家。吕公当然不知道自己安排的这段婚姻影响了一个帝国的命运。公元前209年，大泽乡起义爆发，刘邦带领自己手下数百小弟响应号召，在沛县揭竿而起，正式创业。随后几年，夺取关中，晋封汉王，与项羽争夺天下。楚汉战争时，吕雉和刘邦的父母不幸被项羽俘虏，当了2年多的人质。刘邦多次被项羽步步紧逼，早已顾不上家人，彭城溃败，刘邦几次将与自己同乘一车的女儿鲁元公主和儿子刘盈踹下车，幸而驾车的夏侯婴不顾危险把他俩抱回来，这才保住了刘邦与吕雉的骨肉。荥阳对峙，项羽喊话要把刘邦的爹烹了，刘邦耍起流氓，当年我们约为兄弟，我爹就是你爹，你要把咱爹煮了，不要忘了分我1杯羹。有这么一个混不吝的相公。那些日子里，吕雉自然是朝不保夕，一直到公元前203年鸿沟一合，才回到刘邦的身边。分居多年，刘邦没少拈花惹草，吕雉回到家，家里别说小3、小4、小5都有了。这其中最得宠的是戚夫人。随着天下大势已定，刘邦也有空管管家事了。受戚夫人鼓动，他脑海里第一件事是废立太子。皇后吕雉的儿子刘盈为人懦弱阴郁，不像我。戚夫人的儿子赵王如意年纪虽小有潜力，有我当年的风范。对于刘邦的小算盘，朝中大臣自然反对，以大臣周昌最为激烈。但刘邦的偏袒还是让吕后和刘盈都岌岌可危。一旦太子被废，吕后本人难逃大劫。作为一个母亲，作为权力游戏的参与者，吕后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力挽狂澜。她跪谢周昌，感激他反对废立，又向张良求计，花重金请刘邦久仰的商山4号出山。种种迹象让刘邦以为太子刘盈是人心所向。刘邦虽爱戚夫人，但帝国的稳定压倒一切，牺牲一个心爱的女人不算什么。当然，刘邦也不会想到，他死之后沦落到吕后手里的戚夫人会遭遇一番怎样凄惨绝望的对待。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崩，刘盈即位，吕后摄政。吕后开始实施血腥的复仇计划，她下诏命赵王刘如意进京，一杯毒酒赐死，把戚夫人制成人质，断手足，挖双目，熏聋两耳，毒哑喉咙，沉入侧中折磨致死。别说刘邦的其他儿子，就连吕后亲生儿子刘盈都躲在角落瑟瑟发抖。除了刘如意，对皇位最具威胁的是齐王刘肥，他是刘邦的庶长子，属地有73城，也是诸子中最先被封为王的。刘盈即位第2年，刘肥朝见，吕后倒2杯毒酒，让刘肥敬酒，想当场将其镇杀。一旁的刘盈啥也不懂，拿起来就要喝，吓得吕后赶紧把他那杯打翻。刘盈一脸不知所措，刘肥立刻知道怎么回事，当即献出城池自救。刘肥将城阳郡奉上，并提出尊鲁元公主为王太后，认自己妹妹做妈，够窝囊也够狠，为了活命脸都不要了。吕后一看这小子识趣，颇为满意，
为女儿办了个隆重的认儿典礼，大发慈悲放刘肥回封地。刘邦总共才8个儿子，最后被吕后收拾掉了一大半。第8子燕王刘建早亡，留下的孩子被吕后派人暗杀，绝后封国被废。第7子淮南王刘长是由吕后自己抚养长大，吕后摄政时受到优待，因此养成了骄横跋扈的恶习。文帝时图谋叛乱，被捕进京，在半路上绝食自尽。第6子淮阳王刘友，刘如意被毒杀后，吕后让刘友继任赵王。刘友的老婆出自吕后家族，因刘友宠爱其他女子，心生妒忌，向吕后进谗刘友谋反。吕后将刘友软禁，将他活活饿死，死后埋到平民坟地。之后吕后把赵王封给刘邦第5子梁王刘辉。刘辉被迫娶吕后侄子吕产之女为妻，心中另有所爱，处境和刘友一样苦逼。吕产的女儿比上一任赵王妃更泼辣，直接把刘辉宠爱的女人毒死。刘辉既无自由又无爱情，顿觉人生无趣，忧愤自杀。这么看，好像吕家的姑娘都传染了吕后的善妒，刘家的儿子都继承了刘邦的多情。3任赵王死于非命，这块封地犹如被诅咒一般。公元前181年，年迈的吕后想让代王刘恒接任赵王。代国地处边陲，环境恶劣，让小哥哥去赵国享享福，感动不感动？刘恒连说不感动，不感动，宁愿在边疆吹风，也不敢去当赵王，婉拒吕后的任命，只求平安。众所周知，刘恒就是日后的汉文帝，这就是我们熟悉的吕后，心狠手辣，冷酷无情。嫉妒和恐惧让这个刚毅的女人拿起了屠刀，而她所做的一切，既是为了儿子，也是为了自保。夺嫡之争，戚夫人除了年轻貌美，能歌善舞外，没有其他筹码，但吕后有，她有清醒的政治头脑和出色的政治手腕。刘邦寒微时，吕后是贤妻良母；刘邦显赫时，吕后是坚强后盾。开国功臣韩信、彭越之死，就是由吕后一手主导。刘邦称帝后，即收回韩信的兵权，后又将其从楚王贬为淮阴侯，困在长安。韩信原本军功第一，却只能郁郁寡欢。公元前197年，恰逢陈豨叛乱，刘邦带兵镇压，吕后赵有谋反迹象的韩信进宫，有意为刘邦铲除这个心腹大患。说起来，韩信有恩于吕后，如果不是韩信在刘邦与项羽对峙之时攻城略地，对霸王形成包围之势，恐怕也不会有鸿沟议和，吕后还得继续做人质。但此一时彼一时，韩信本不想听从吕后命令，可吕后派来传令的那个人，他不得不信任。那个人是萧何，当年举荐韩信的伯乐。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正是萧何向吕后提议，用计骗韩信进宫。韩信一去，被吕后处斩于长乐宫中室，夷三族。韩信遇害不到1年，另一个功臣梁王彭越因涉嫌谋反，被刘邦废为庶民，流放到蜀地。彭越强盗出身，大老粗一个，没有政治意识，在流放的路上遇到吕后车驾，还以为自己可以抢救一下，向他哭诉冤情。吕后转念一想，这彭越也是响当当的英雄，放虎归山可不得了，假意答应为彭越申诉，带着他回去见刘邦。回来后，吕后跟刘邦建议一个字：杀，并强迫彭越的门客诬告其主谋反。结果彭越也被处死，夷三族，尸体剁成肉酱，分赐给各方诸侯。吕后懂得揣摩刘邦的心思，无论是韩信还是彭越，刘邦都不想留。吕后为他执刀，此举有利于刘邦，更有利于吕后。韩信、彭越的下场都是夷三族。所谓三族，是指父族、母族及妻族。据《汉书·刑法志》的记载，被判夷三族者，首先要擒面，然后割鼻、斩脚趾、吃打致死，最后才斩首，并剁成肉酱，可说是一项残忍的刑罚，且株连者甚众。吕后助刘邦一臂之力，使得韩信、彭越及其家族受此罪而死，自己执政后却坚决废除三族罪，而且在摄政时举国休养生息，3次大赦天下，同时又废除邪书律和妖言令。邪书律为秦始皇焚书坑儒时所颁布，规定对私藏违禁书籍者处以灭族极刑。妖言令也是上承秦制，主要针对诽谤朝廷妖言惑众的百姓，
秦汉之际多有因言获罪者。吕后认为这些都是前朝弊政，将其一一革除。张弛有度，恩威并施，是政治家的大智慧。从古至今，欲效法吕后的政坛女强人们，大都没在这一点上学到位。人皆有善恶两面，吕后何尝不是呢？人们常记住她对仇人的残忍报复，却忽视了她对百姓的慈爱之举。对外方面，吕后也是一把好手。当时匈奴的冒顿单于征服各族，纵横北方草原，不可一世。他曾写信羞辱吕后，信的大意是你老公没了，我刚好官居，不如咱俩来凑一对。吕后拿到冒顿的信后，火冒三丈，当即决定兴兵讨伐匈奴。幸亏大臣季布及时劝住，吕后也很快冷静下来，还是延续汉初的和亲政策，送些礼物给单于，搪塞了事。吕后装糊涂，表示自己是斯文人，看不懂信里写了啥。如果此时大汉因为这个小小过节，早半个世纪就与匈奴开战，后果不堪设想。若没有吕后在内政外交的种种举措，或许就没有之后的文景之治，武帝对匈作战也无从下手。司马迁写《史记》时秉笔直书，不为汉惠帝刘盈做本纪，却不惜破例为吕后做吕太后本纪。纵然没有放过这个蛇蝎心肠女人的黑暗一面，但也不忘书写吕后的功绩，认为在她主政期间天下太平。然而在权力斗争中，吕后逐渐迷失自我，她过度的保护欲不仅没有让刘盈更加独立，反而让她更加懦弱。刘盈在看过受人质之刑的戚夫人后，大受打击，从此借酒消愁，不问政事。这方便了吕后临朝摄政，也疏远了母子关系。为保证独掌大权，吕后大封诸吕，开两汉外戚干政的先河。对于其中利弊，我们简单的说，一方面稳定了西汉初年的政治秩序，另一方面也埋下了隐患。再加上此举却有违白马盟誓，刘吕两家形同水火。史载公元前180年，吕后病犬祸而崩。在几个月前，她在外出时被苍犬抓伤，汉人迷信，传为刘如意鬼魂作祟。实际上，吕后很可能是感染狂犬病去世的。吕后去世后不久，吕氏集团很快就被功臣元老和刘氏宗室铲除。一条野狗竟然就此改变了西汉历史。在这过程中，出力最大的刘氏子孙正是刘肥的3个儿子：齐王刘襄、朱虚侯刘璋和东牟侯刘兴居。当年他们的父亲十分窝囊，为保命献帝求饶，认妹为母。这3个儿子替父雪耻，着实威风了一把。作为中国统一王朝的第一位女主，吕后在汉惠帝刘盈及2任少帝期间，执掌朝政15年。抛开宫廷的腥风血雨不谈，其在政治上的举措还是可圈可点。当年吕公安排那段婚姻，只是希望女儿能嫁给一个好丈夫，谁知不经意间决定了一个帝国的未来。而谁又还记得，这个心狠手辣的女人，最初不过是一个小小亭长的妻子，一个一心守护家庭的弱女子。